看懂诚意这次入围的分量，一堂关于扶持名单的产业课。25选1，先给你一个数字，你品品。2026年这一份国家级的电视剧扶持名单，全国范围里最后定下来25部。25部里，古代传奇题材，注意啊，我说的是古装这个大类里的传奇，只有1部。1部？你先别急着问是哪部，我想让你先在这个一上停3秒钟，因为今天这期真正有意思的地方，全藏在这个1里头。宝子们，咱们今天不聊官方盖章夸谁这种话，太浅了。我想干一件更值当的事儿，把这份名单当成一堂产业政策课，讲明白一件事，国家级的扶持名单到底按什么标准挑细？为什么在这份名单里，一个古装名额比你想象中要金贵得多？你听完这期以后再刷到某某剧入围广电扶持这种词，你自己就能判断这6个字到底有几斤几两。这个带走的东西比夸谁一句实在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个1到底难在哪儿？别急，得先把地基打好。咱们先说清楚扶持名单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模糊的，以为跟那种花钱能上的榜差不多，不是一码事。这个东西的流程简单讲是这样的，先由各省的广电局出评，网上推荐，然后国家广电总局组织专家做中评，一层一层筛，最后从全国申报的作品里定下来。选上了意味着什么？不只是拿一笔中央财政的专项资金那么简单，更关键的是，它会被纳入总局的全流程跟踪机制，宣传推介，播出支持，这一整套政策资源是往你这儿倾斜的。说白了，这不是一个荣誉证书，这是一张进入国家级资源分配体系的门票，而且是评审评出来的，不是报名就能有的。在现在这个审查趋严、主旋律和现实题材占绝对主导的大环境下，这份名单基本可以算是电视剧行业里公认的最高规格背书之一。好，地基打完了。说完表面这层，咱们往里再看一层，为什么我一开始要死盯着那个1？这里就得讲一个概念，我给它起个名叫赛道的稀缺。你想想看，这份名单的口味是偏向哪儿的？主旋律、现实题材、重大历史、重大革命，这些是绝对的主角。这就意味着古装这个赛道在这样一份名单的题材结构里，天然是被挤压的，名额本来就少得可怜。所以你再回过头看那个唯一的古装，它的含金量到底在哪儿？这是重点，我慢点说，它的含金量恰恰不在于它是古装，而在于作为整份名单里唯一被政策层面认可的古装传奇，它必须跨过一道比现实题材更高的门槛才进得来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稀缺在这儿不是一种待遇，是一种难度证明。别人在一条宽路上竞争，他是在一条几乎不给古装留位置的窄门里挤进去的。那这部戏是靠什么挤进去的？是诚意唯一领衔的2京15日。它不是靠题材红利蹭进来的，恰恰相反，古装在这份名单里没有红利，只有阻力。它凭的是对大运河文化的深度挖掘，凭的是水陆片这种竞速叙事的类型创新，还有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的历史证据创作标准。你把这几样摆一块看，这是一部试图用证据的标准去做古装传奇的戏。它进这份名单是拿证据的尺子量出来的结果。这里我想停一下，因为有个点特别值得说。名单公示里有一个表述，这部戏是诚意唯一领衔主演。就这4个字，唯一领衔，其实信息量很大。咱们从制片管理的角度看这个事儿，可能比从饭圈角度看更清楚。一部集齐了马伯庸原著 IP 顶级班底，还拿到国家级政策扶持的 S+ 历史大剧，把唯一领衔这个位置交给谁，对资本来说是一道风险题。这个位置意味着，这个人要能扛得住整部戏的叙事重量，要能撑得起这个体量的项目。能被放在这个位置上，本身就是一种项目层面的信任，这不是粉丝说了算的，是投了真金白银的人做的判断。我知道网上关于他单部作品的市场反馈一直有不同的声音，
这个我不回避。但你得看清楚一件事，一部剧的市场反馈受剧本、档期、平台排播节奏一堆变量影响，从来不是演员一个人能左右的。真正能说明行业怎么看一个人的，是他手上还压着几部 S 加的待播存货，是他还能拿到国家级背书的项目。行业对他的长期判断没有因为一时的讨论而改变，这才是硬指标。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量级的资源不会给一个行业不信任的人。说到行业怎么看一个人，我想起另一个更结实的证据。凭印象说啊，具体原话我得保留意见。最近有一位圈内很资深的前辈聊到过他，这位前辈叫林迪安，是香港资深的武术指导、动作设计、金像奖、金马奖的最佳动作设计都多次提名过的人，从业几十年。这个分量的人开口夸，跟热搜上刷出来的夸完全是两回事。他大致的意思是，认识程毅有10年了，看着这个人从早年做替身，一步一步成长到今天的一线。10年过去，他给出的评价还是那2个词：敬业、零架子。宝子们，我为什么要单拎出这个10年？因为这是一种时间维度上的验证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在你刚认识还默默无闻的时候夸你，那不稀奇。一个人看着你从底层爬到顶流，见过你所有阶段，10年之后还是那句夸，这句夸的性质就不一样了。他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，也经受住了对方地位变化的检验。人红了以后还愿意保持零架子，这件事骗不了长期共事的人。而且从很现实的角度讲，零架子主动练功，不给剧组添摩擦，这不只是道德加分，这是能实实在在降低一个大项目运营风险的职业变量。一个演员的工作态度是可以被资本换算成生产风险更低的。这里我得补一句，网上有些说法喜欢把敬业渲染成当年多惨多能吃苦那种悲情故事，我不太想那么讲。深夜收工连着拍这种事，如果真去美化吃苦本身，其实不太健康。我更愿意把它看成一种职业性，一种专业态度，不是可怜，是可敬。这个区别我觉得挺重要的。好，下面这段是我今天最想让你带走的东西。咱们讲了这么多，我给你提炼一个能带走的判断工具。以后你再刷到某某剧入围某某扶持名单或官方背书这种新闻，别急着激动，也别急着不屑，你就问自己3个问题。第一，它是哪一级评审？是省级、总局级，还是某个平台自己搞的榜？级别差很远。第二，扶持的力度是什么？是真给专项资金加全流程跟踪，还是仅仅挂个名发个推荐？含金量差很远。第三，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，它在这份名单的题材结构里稀不稀缺？在一份满是现实题材的名单里，一个古装名额的分量和在一份古装扎堆的名单里完全是2个概念。你把这3问一套，2京15日这次入围的分量，你自己心里就有杆秤了。总局级、真金白银还是唯一古装，3条全占。下次你看到入围2个字，就知道该往这3个地方看，而不是只看谁在转发。这个工具追任何剧都用得上。行，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25选1，那个1到底说明什么？我现在的答案是，它说明的不是官方选了它这么简单，它说明的是，在一条几乎不给古装留门的窄路上，有一部戏用证据的标准把自己送了进去，而这部戏把唯一领衔这个最重的位置交给了程毅。这2件事叠在一起，才是这个1真正的分量。那我把问题抛给你们，你觉得这份含金量到底是在于官方选中了它，还是在于它跨过了一道比别人更高的门槛？我倾向于后者，但这个我也不绝对。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懂这条窄门有多难走的人，会懂这一步的意义。今天这期就到这，宝子们，咱们下期见。从程毅邀商到场，聊聊代驾信号，一堂看懂人心的信任课。有些话你一听就信，有些话呢，说100遍你还是半信半疑。怎么说呢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，同样是承诺，同样是你放心3个字，
为什么从有些人嘴里出来，你心里就踏实了，从另一些人嘴里出来，你反而更慌了？今天这一期，我就想跟宝子们把这一个问题聊透，别的都不聊，就聊这一件事，但这一件事能解释太多东西了。先把结论撂这儿，你先记着，后面我慢慢证明给你看，一个承诺值不值钱，不看他说的多漂亮，看他兑现起来有多贵。你先品品这句话。行，那接下来这半小时，不对，咱这也就10几分钟，我给你一个工具。看完之后，不管是追星，还是看人，看合作，看谁跟你拍胸脯保证，你都能拿去用。这个工具在学术上有个名字，叫代价高昂的信号，英文是 costly signaling。名字听着挺唬人哈，其实特别好懂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你想想看，为什么面试的时候，你说我特别能吃苦没人信，但你要是拿出一段你连续3年每天5点起床的记录，人家就信了？因为话谁都会说啊，我能吃苦这句话成本是0，张嘴就来。可那个5点起床的记录，它贵，它是拿真金白银的时间熬出来的，你装不出来。说白了，越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做出来的动作，越骗不了人，因为骗子舍不得付那个代价。动物界里也这样。这个我得说一句，凭印象讲啊，不是100%确定细节，有些动物身上长着特别扎眼、特别累赘的东西，反而是在告诉对手，你看，我背着这么大的负担还活得好好的，说明我是真的强，这个负担本身就是那个贵的没法造假的信号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真正的实力和真心，往往藏在那些对自己不利，却还是做了的选择里。好，铺垫到这儿，重点来了。最近有件事让我一下子就想到了这个概念，说的是诚意。背景是这样，他腰上有伤，还没好利索，但既定的行程他还是去了，就去了，没请假，没缺席，人到了。我知道，光这么讲，你可能觉得不就是敬业吗？哪个艺人不敬业？等一下，先别急，我要你从代价这个角度重新看一遍这个动作。你想啊，腰伤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其实有1万个正当理由可以不来，而且这理由所有人都会体谅，没有一个粉丝会怪他。换句话说，请假是那条零成本的路，谁都不会说什么。可他选了那条贵的，这就是 costly signaling 最典型的样子了。一个动作，只有当他本可以不做，做了还得自己扛的时候，他才有分量。带着伤到场和平时好端端的到场，在信号意义上完全是两码事。前者贵，后者相对便宜。而且我得替他把话说清楚，这不是硬撑给谁看。真懂行的都知道，这种情况不是个人临时能左右的。行程是早就定下的承诺，牵扯的是一大摊子人的安排。在那个框架里，一个把说好的事就得办到刻进骨子里的人，他的默认选项就是来。说到这儿，我想起来，程毅这个人一直就不是那种爱把承诺挂嘴上的类型。你很少听他大张旗鼓地喊什么口号，他更像是，怎么形容呢？下棋里那种走长线的人，不跟你争一时的漂亮话，该落的子，闷头一步步落到位。这次带伤到场这一手，其实跟他一贯的 style 是接得上的，少说多做。而在信任这门学问里，少说多做恰恰是含金量最高的那一档，因为他每一步都在付代价，而代价是最诚实的东西。但真正让我停下来想了挺久的，还不是他来了这件事本身，是另一个细节。他到了之后，反过来安慰大家说别太担心。你把这个画面在脑子里再过一遍，这个人自己正带着伤，他才是那个应该被关心、被照顾的一方。按理说，他大可以接受大家的心疼，这太正常了。可他没有，他把那份你安心主动推给了粉丝。心理学上有个说法叫向外看的关心 other focused concern， 意思是一个人在自己都不好受的时候，注意力还能转向别人的感受。这个东西特别难，
因为人在难受的时候，本能是向内收的，是看我好疼。能在那个当口还往外送安心的，得是这份在乎已经变成习惯了才做得到。说实话，读到这个细节的时候，我愣了几秒，因为它太小了，小到很容易被划过去。可就是这种没有剧本、没人要求、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的小动作，才最骗不了人。懂它的人大概看到这儿就懂了。好，聊到这儿，咱们把情绪先放一放。我想给宝子们，也给不追星的朋友，留一个能带走的知识点。这个跟谁的粉丝都没关系，是实打实有用的。咱们说说动作类拍摄里，腰伤这种事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以及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观念，休息本身就是专业的一部分。腰这个部位，准确说是腰椎这一段，是身体的承重枢纽。凡是涉及打戏、吊威亚、大幅度动作的拍摄，腰部长期处在高负荷和反复受力的状态，时间一长，劳损几乎是躲不掉的职业风险。这个是普遍常识，不是针对具体谁的诊断啊，具体伤情我没有第一手资料，不瞎猜。我真正想说的是观念这一层。在很多人的认知里，带伤坚持是重美德，它确实体现责任心，这点我完全认。但从职业健康的角度，一个更成熟的行业应该有配套的伤病管理，该休息的时候能理直气壮的休息，该恢复的时候有专业的恢复，而不是把硬扛当成唯一的荣耀。真正专业的敬业是既能兑现承诺，也懂得保护好那个用来兑现承诺的身体。所以我这话得两头都说到，诚意这份责任心值得被看见，同时我是真心希望他能把身体放在第一位。这两件事不矛盾。下次你再看到带伤工作这类新闻，别光顾着感动，你可以多问一句，这个行业有没有给这些人好好恢复的空间？看懂了这一层，你看 showbiz 的眼光就比大多数人深了一格。行，聊了这么多，我把话收一收。回到最开头那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保证你一听就信？现在我的答案是，因为你信的从来不是那句话，你信的是他为那句话付了多少。程毅没说什么惊天动地的宣言，他就是带着伤，把该走的行程走完了，然后回头跟你说一句别担心，就这么点事。可这点事比10000句漂亮话都重，而这恰恰就是他这个人一贯的样子，不靠一张嘴，靠一个又一个实打实的动作，替自己把话说完。宝子们，这种少说多做，扛着代价也要兑现的坚持，我觉得值得被看见。喜欢他的人这些年一直在的，是对的。最后留个问题给你，你说一个人的真诚，到底该用他说了什么来衡量，还是用他愿意为此付出多少来衡量？这两个标准，你更信哪个？评论区聊聊，我想看看大家怎么想。